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当初看不上，现在追不上，赵丽颖成功逆袭，看到肖战该后悔了。红气有益于人体健康，而败气则会使人身体虚弱。众所周知，娱乐圈中帅哥美女不乏其人，而且踩高捧低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。抬头一望，女星们美若花仙，男星们俊朗潇洒，彼此之间独具风姿，确实是美丽的百花盛开场景。然而，与早年的艰辛和卑微落魄相比，不足为怪，也让人不禁感叹：曾经你对我漠不关心，如今我却高攀不起。让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，这位明星在出道前平平无奇，被人轻视冷落，但一旦出道后却惊艳全场，万众瞩目。一、肖战，作为当今内娱界无愧的顶流地位，毫无疑问，肖战的人气是无可置疑的，就是连那些对明星不感兴趣的也略有所闻。2015年。肖战参与了由浙江卫视主办的选秀综艺节目《燃烧吧少年》，然而在决赛时却已惨遭淘汰。谁都没有想到肖战竟然会回到重庆老家尽情享受美食，而他执着的粉丝们却一票票的投了他，最终成功的让他成团出道。尽管肖战是团队中年龄最大的成员，并担任主唱，但他一直未得到公司的重视，长期处于团队的边缘地位。然而，正如谚语所言，他们都瞧不起你，但你却是最有韧性的。肖战早年时脸型较为圆润，由于近视导致眼神呈现出一种木讷的呆滞感，这也让肖战的颜值大大降低，使得他看起来并不起眼，也不突出。由于新人的原因，再加上缺乏镜头感，肖战也因此积累了不少不利的照片，遭到所谓的土豆黑粉的点名。俗话有云，善良之人必定能得到贵人的帮助。在舒淇的引导下，肖战开始了努力练习眼神，他的人品和谦逊也获得了舒淇的赞赏。从以往的木讷呆滞到现在的神情生动，肖战的眼神也有了明显的改变，这也使得他的颜值更加突出，但始终保持着眼中的温和澄澈不曾改变。他饰演的魏无羡引起了多少人心中的难以平复的情绪，从一位鲜衣怒马、风神俊朗的少年郎蜕变成了逐渐被逼疯的夷陵老祖。肖战以献祭般的演技成功诠释了魏无羡的角色。如今的肖战已成为顶级巨星，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演员。他的演技虽然不至于绝佳，达到封神的程度，但每部影视作品都能展现观众他的成长和进步。肖战清秀端正的容貌，搭配极具感染力的笑容，温和内敛却饱含锐气的气场，使其稳坐神颜宝座。肖战的魅力并非仅仅在于外貌，而是源自他温润通透、谦逊温雅的个性魅力。肖战如今依然具有魅力，他的前程可期。有多少人像笔者一样，对于没有早点成为肖战的粉丝而感到后悔呢？二、王一博要将所喜爱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，无论身处何地，跳舞都毫无差别。作为如今的一位顶尖明星，王一博的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。王一博难得的是他的心性始终如一地保持着真诚。就外表而言，王一博无法与肖战相提并论，远远不及肖战的惊艳程度。然而，王一博的面相可谓是上乘之作，在娱乐圈中几乎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。王一博自身的气质和气场，既拽又酷，又奶又凶，真是令人赞叹不已。这也为王一博赢得了酷盖和王甜甜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称号。王一博小时候就展现出了对舞蹈的热爱以及对喜欢事物的坚持。为了能学习街舞，他曾百般恳求母亲，最终才得以如愿。然而，他过度练习导致被诊断出患有心肌炎。
连医生都忍不住叮嘱，要求他不要过度运动。治疗完成后，王一博便重新投身到他热爱的领域。辛勤耕耘者必有收获，王一博的努力也赢得了他应得的荣耀。在13岁的时候，王一博参加了全国街舞比赛。尽管他只接触学习了2年的街舞，但凭借出众的天赋和满腔热爱，他依然成功晋级河南省16强。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，人们常说会展现出耀眼的光芒。尽管王一博并非夺得冠军，但他的表现仍然吸引了乐华娱乐的注意。比赛结束后不久，他收到了乐华娱乐的邀请，成为该公司首批练习生之一。不久之后，在公司的安排下，我独自一人前往陌生的韩国，开始了练习生生涯。众所周知，韩国娱乐圈竞争异常激烈，练习生之间存在严重的排斥和欺凌现象，尤其对于一个年纪尚幼的孩子来说，独自前往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，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。更不必说要面对韩国娱乐行业严苛的训练，从早上9点辛苦训练到凌晨4点，全年无休，这样的生活对于成年人来说都难以承受。但王一博却坚持了下来，并成功的成团出道。却是这样啊，命运如此。王一博成团不过2年，便遭遇了限韩令，这也让原本正处于发展势头的 UNIQ 遭遇了不幸。王一博从此成为了娱乐圈中的流落汉。因此，孩子在成功转正后的《天天向上》节目中，这位一向内敛的孩子忍不住告诉前来接机的粉丝：“我有工作了。”2018年对王一博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一年。在《创造101》中，王一博以出色的表现展现了扎实的舞蹈功底和专业素养，赢得了广泛认可。王一博的微博粉丝数量在节目播出仅1小时后便猛增50万。对于一个对跳舞充满热爱的孩子来说，这毫无疑问是多年来最好的肯定。《陈情令》由王一博和肖战主演，同时也在当年热映。一袭白衣，头戴抹额，长身玉立的他所饰演的蓝湛，仿佛让书中翩翩公子具象化了一般。在那一刻，他如出现在现实般翩翩公子。蓝湛这个人在书中表现得沉闷寡言，他的情感转变都是通过眼神、表情和身体动作来展现的。表面上看起来最轻松的任务，其实是最具挑战性的。然而，王一博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。凭借着在蓝湛一剧中的出色表现，王一博迈开了通往顶尖的道路。他21岁的那一年是哪一年？如今的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在走红毯时被工作人员呵斥打酱油，在领奖台上被人刻意忽略的不起眼的小人物了。3. 任嘉伦。大唐荣耀于2017年播出，使得任嘉伦开始受到大众关注。沈珍珠由他和景甜饰演，他们2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难以解脱。终于，我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王，却再也没有人称呼我魏东郎。凭借着在电影《广平王》中出色的表现，任嘉伦一举成名，荣获了当年的最佳男主角奖项。接下来，任嘉伦更加成为了收视率的稳定来源。无论是在《通天狄仁杰》中展现出正直、潇洒不羁的狄仁杰，亦或在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中的紫萱，以及《锦衣之下》中重情重义的陆大人陆毅，还是在《周生如故》中扮演着南陈王这一角色，任嘉伦多次展现了自己的演技，成功跻身一线男星之列。尽管风景优美，但任嘉伦的演艺生涯却经历了坎坷，甚至一度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，实在太可怜了。任嘉伦在命运的捉弄下一次次跌倒，却每一次都顽强地站了起来。任嘉伦早年曾是一名优秀的乒乓运动员，他擅长打球，渴望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。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，会有一天被迫与乒乓球割裂开来。在16岁那一年，
任嘉伦因受伤而不得不退出比赛。他来不及悲伤，面前出现了一个更为切实的问题。失去了体育加分项的任嘉伦，不得不整理自己的情绪，强迫自己进入学习状态。然而，很快他又遭遇了第二个打击。任嘉伦升学考试的那一年，广州民航学院原本与山东进行的对口招生计划被宣布取消，迷茫笼罩了任嘉伦，一时间他不知所措。然而，命运却以间接的方式将任嘉伦推进了娱乐圈。在机场工作时，任嘉伦对舞蹈和音乐产生了喜爱，因此成功通过了中韩造星计划选拔赛，获得了前往韩国学习的机会。任嘉伦曾有2次机会以偶像的身份出道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都错过了。为了解除合约，任嘉伦几乎花光了一大部分财产，经历了一番沉痛，才得以重返国内。在《通天狄仁杰》中，他扮演了男主角，扮演了一名演员的角色。作为一名演员来说，这是一种幸运，但可惜的是，这部戏剧却在时机未至时被压制了3年。完成《通天狄仁杰》的拍摄后，任嘉伦陷入了找不到合适戏份的困境。曾经，生活需要依靠父母的帮助才能维持。然而，由于巨额的节约款，那时的父母也耗尽了家底。儿子的请求让妈妈忍不住哭泣地说道：“儿子，我们家真的已经没有钱了。”这句话不仅让任嘉伦惊醒，也让他心如刀割。这个情况也引起了任嘉伦意识到他必须做出改变。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，任嘉伦过上了拼命奔波的生活，成为了圈内的13郎。没有戏可供他拍摄，因此他一次又一次地自行寻找机会，不断自荐。只要有片酬，他都会全心全意地拍摄，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戏剧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甚至包括扮演女生的角色。也许是因为这种状态下的拍摄，导致了任嘉伦早期拍摄的影视剧，尽管演技出色，但他的状态却显得十分疲惫憔悴。小配角的妆容自然，不需要过多的精心打扮，这也让任嘉伦的颜值一直没有被人所重视。直到《大唐荣耀》热播之时，任嘉伦的命运才开始发生改变。任嘉伦并没有料到会出现如此猛烈的爆火。《大唐荣耀》首播时，观众曾多次吐槽任嘉伦的相貌，甚至与素有人间富贵花之称的景甜站在一起时，也因其瘦小的形象而备受诟病。甚至有人曾经称男主角是这部剧的最大败笔。然而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任嘉伦的声誉出现了翻转，观众们纷纷改变立场，广平王也成为众多观众喜爱的对象。刚刚走红不久，还未站稳脚跟，未巩固成功，任嘉伦就做出了一件自毁前程的举动，自己宣布与女友的恋情，然后在2018年2月宣布已婚，并已经有了孩子。许多粉丝因此转而不再支持，甚至有一段时间任嘉伦被公司搁置，再次处于无戏可接的状态。不管何时观看，任嘉伦的举止都值得赞扬，令人不禁感叹他太酷了。任嘉伦如今已凭借自身的实力和演技在影视圈站稳脚跟，他是少数从未卷入绯闻也不炒作的男演员之一。在这里，笔者也祝愿任嘉伦未来的星途更加辉煌，前程似锦。4. 赵丽颖，从曾经因为喝杯水而引发全网嘲讽的黑料女王，发展到如今能够保证节目收视率的地步，赵丽颖的路程一直都十分艰难。然而，她逐步踏上了自己的成功之路。与任嘉伦一样，赵丽颖在早年曾是一名空乘专业出身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她未能从事相关专业，并最终在老家找到了一份销售助理的工作。以这种进展方式，赵丽颖可能不会取得当前的成就。幸运的是，赵丽颖并不满足于这种单调的生活状态，她毅然决定参加当年的雅虎搜星海选比赛，
凭着初出茅庐的勇气，赵丽颖成功闯入总决赛，并最终与华谊兄弟签约。尽管签约并非保证万事无忧，因为娱乐圈竞争激烈，对于像赵丽颖这样一位一无所有的年轻姑娘来说，公司根本不值得费心。赵丽颖所能做的，就是在一个个剧组中寻找工作的机会。赵丽颖几乎整年都在横店度过，总共有360天。因为缺乏演戏经验，赵丽颖不熟悉站位和镜头感，所以经常被导演批评和责备，甚至对她的外貌毫不客气地进行攻击，称她的嘴喂猪嘴。剧组竟然在拍摄外景时把赵丽颖遗忘在山上，她只得无奈地在山上度过了一夜。多年后，赵丽颖在采访中开心地讲述了一个往事。然而，想象一下，一个年幼的女孩被迫在人烟稀少的山林中度过一夜，她的内心一定是充满了恐惧和慌乱。在演艺生涯中历经了7年的龙套经历，期间不仅培养了赵丽颖的演技，也让她体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然而，这并没有击垮赵丽颖，反而让她变得更加坚韧，风雨无阻。赵丽颖的身上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，那就是懂得感恩。她经历了7年的辛苦奋斗，但这并没有使她的心变冷，相反，她对对方的好意心存感激。在新《还珠格格》的拍摄期间，赵丽颖经历了剧组的孤立和冷落。大年30那天，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去享用年夜饭，唯独赵丽颖却宛如被人遗忘的透明之人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张瑞立即将赵丽颖请到自己的房间，并亲自为她煮了一碗面条。赵丽颖一直铭记在心的就是这碗面。在《快乐大本营》中，当谈及这件事时，赵丽颖依然情绪激动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赵丽颖多年后已经成为一位顶尖的明星，再也不是当年容易被欺凌的无名小辈了。张瑞原本有着较高的起点，然而却默默无闻。然而，赵丽颖并没有忘记对方的恩情，她愿意伸出援手，还会向张瑞的女友介绍资源。赵丽颖如今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女王，在外貌逐渐变得更加美丽的同时，她也逐渐展现出了更加强大的气场。5. 结语。曾经接受采访时，王勃曾说，当生活红火时，你身边都是善良之人，每一个都洋溢着笑容。同样的情况也可以这样说，这几位明星都是通过艰难的起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，他们的耀眼绽放让人羡慕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坚韧的心境和为梦想不断奋斗的精神也令人向往。就像冰心所说，成功的花朵让人们羡慕它现在的绚丽，但是当初它的芽开始时，却是一场奋斗的泪水，洒下了牺牲的血雨。也许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地方。追星的真正意义，借用官方媒体的表述来说，是努力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，而非盲目追随、盲信偶像。只有当你变得足够杰出的时候，鲜花才会绽放，清风才会拂来，而你所钟爱的人和事情也会自然而然地对你心生爱意。